这次我们买到新加坡航空中秋假期的特价票，所以我们从文莱转机新加坡下去吃个美食，再从新加坡飞首尔。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新加坡了，我们还没有去过机场旁边的这个 Jewel。从东南亚飞日韩常常会经过台湾，这一次我又过家门而不入了。夜机睡觉起来，我们已经抵达首尔了。待会1点58分要坐 KTX 去釜山了，这也是第一次我们在韩国搭高铁，刚好遇到中秋连假，还好我们幸运抢到票，还可以去釜山。也才出来了，8号。首尔前往釜山的高铁，一般座位也是22的配置，上头的行李架真的很小，只能放下大概是18到20寸登机箱大小的行李箱。座位前后的椅距呢，并没有台湾的高铁宽敞，我觉得坐起来呢，还是台湾的高铁舒适耶。大型行李架就是在车厢跟车厢的中间。今天我们搭的这一班大概是2个半小时会到釜山。这里是釜山车站，也是非常挑高的空间。遇到中秋连假，人好多，一路上都差不多满。是饭店的大厅，是在3楼 check in。这是我们在釜山住5个晚上的饭店，阿斯蒂，衣柜和衣架。冰箱给了2罐水，我个人喜欢在外面的洗手台。吹风机挂在墙上的，空间还蛮大的，给了一个办公桌、电脑椅、一个沙发椅。釜山车站的旁边，所以交通很方便。看一下厕所，有花洒跟手拿的莲蓬头。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住过这么多家饭店，我第一次看到这样转的调热水啊、调花洒的开关。我们先出去觅食。这家餐厅在2楼，有时候走过去就没看到了。这些小菜都是2人份，我们1人点1个主菜，这是泡菜猪肉锅，这个是豆腐锅。这些小菜是2人份。看起来不错。酸酸的好吃。它豆腐锅不是很大碗，酸酸的开胃，好吃。说泡菜要剪，哇，它的泡菜是这样，它是整颗的泡菜下去煮的。泡菜锅呢，它的泡菜是偏酸的，我非常喜欢。做的是比较大块的猪肉，不是猪肉片。那汤头我喜欢，它的汤底是猪肉的汤底，它肉是肉末，小小的肉。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吃？因为它是豆腐锅嘛，它不是泡菜，所以这2锅掺在一起吃就 OK 了。小菜都很好吃，年糕够辣，这是辣的，青木瓜，这是牛蒡，这是鱼板，这是黄瓜，豆腐，然后配点高丽菜丝。我们进来没多久之后，它就满了耶，干干净净的，然后有冷气。还蛮好吃的。推荐它小菜不是配角。不会啦，它泡菜锅还蛮好吃的。好吃啊，可是它小菜很厉害，我觉得。小菜也好吃。好啦，如果大家有来这个扎嘎奇市场的话，可以来吃。古城站。6号出口的阶梯，好colorful。哦，因为你看，那边就是这边，我们要去这边。小心。可以从鱼壁画这边有个楼梯可以上来展望台，上面都有标志，跟着走。
韩国人真厉害，这样一路爬上来。这个展望台可以看到釜山港下面的房子。刚刚听到别团导游说，这边就是釜山的 Santorini。好不容易爬了好多斜坡跟阶梯，终于上来这个体育馆。中秋节体育馆不开放，它15号到18号没有开放。哇，好热哦！结果没有拍到最新的景点，可惜了。有来的人，你们自己慢慢爬上来吧。就是一个无止境的阶梯，一直往上爬，一直往上爬。好不容易上来了，结果上面这个体育馆没开。我们现在要往另外一个景点走。大家在排队，其实是要拍小王子。其实那边有一个小王子跟狐狸，大家都在排队拍照，因为人实在太多了。拍下去的景就是有这些。一杯西瓜汁5000块韩币，100出台币吧。实在是太热了，不行，我们水已经喝完了。这边是扎嘎奇站的猪脚一条街。今天我们要来吃的猪脚是这一家，这是我们中秋节的猪脚大餐，好多哦。这个是中的，2人吃。我们吃的是原味的，那个满桌都是小菜，有这个黄豆芽汤、萝卜、小黄瓜，这个什么面线吗？芝麻叶菜跟辣椒、洋葱、海带汤，是鸡蛋，有一些虾酱、酱料区、泡菜、蒜头，就是这么丰富了。这个我们2个人吃得完吗？应该吃得完吧。好吧，好吧，我们开吃喽。先来试一下这个，等一下是细面，酸酸的，还蛮开胃的。看一下这个猪脚，它是冷的，冷的你敢吃吗？上次我们在首尔吃的是热的，外面这个皮好 Q 哦，可是这个真的好多，蘸酱不错。完食，连骨头都被我啃光了。这一家不管是内用外带，都好多人在排队哦。你看工作人员一直在切这个猪脚，想到就好想再回去吃啊。我们吃完猪脚了，实在是太美味了，我喜欢哎。所以它猪脚就这样不知不觉就啃完1只脚了。我觉得比台湾猪脚还不会觉得腻，我觉得好吃。지금 생각하면 그런 것 같아요. Kiss 口味的汤饼，其实这条街很多人卖汤饼啊，我们是选了转角第一间。甜甜咸咸的，还蛮香的。如果再加一点那个籽，更好吃。因为你没有吃那种传统的。还有那个传统的再加cheese。哦。餐厅这边下去。下一座3的菜，还有辣椒、甜米面，有也都不便宜。这是鱼，是他们说鱼很好吃。黄豆芽。杂菜冬粉、猪肉片、葱饼、地瓜、绿豆芽、海带芽、生菜沙拉，这个也是生菜。泡菜，看很多本地人来吃哎。你只要从这边点一种主菜，旁边的小菜都随便你吃，这些都属于小菜的部分。好多，1点半开门，现在就已经还蛮多人进来吃了。
这个是我的泡菜锅，就小小一锅啦。其实主要就是旁边的菜让你吃。泡菜锅里面还有肉，只有这个是1人份，其他都可以继续再拿的。很多人都是来吃鱼，听说鱼好吃，有酱的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鱼。不错，很细的肉，很香。很嫩的肉，那鱼肉还蛮嫩的，这样有点甜甜的，鱼还不错。它鱼肉不是干干的那种，不是。因为我很不喜欢吃干干的鱼肉，我大家都拿。另外一份主餐是炸猪排，猪排还不小，猪排很丰盛，不错哎，不会干干，外面那层很脆。它不是咖喱酱哎，它是有一点醋的味道，带有一点酸酸的，好吃，而且它里面肉不会很干。杂菜冬粉的冬粉它是粗的，还不错。这个豆芽可能有一些韩式的酱，稍微辣辣的，可是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我很喜欢吃黄豆芽。这个酱煮猪肉，那已经是猪肉片，咸度也刚刚好。非常推荐这家吃到饱的餐厅，因为它的餐点都不马虎哦。我们这个是在西面，这边好多卖猪肉汤饭的。我们又来吃汤饭，是顺德肉片，它的有3层肉，顺德有很多个。它会咸哦，不用自己再加盐。可是你可以自己再加这些周边的一些菜，这边有面，上次我们吃的没有面，你可以趁热放下去。我的是内脏，自己加料。一点点虾，汤就变红色。吃到一半了，这个内脏它完全没有腥味，我觉得还蛮好吃。汤头已经有味道了，虽然我还是加了很多旁边的东西，可是我觉得它单吃就已经有味道了。还是吃饭泡下去，对，因为接近中午，越多人进去吃了。我刚拿起来很重，重了。这个是红豆的甜甜圈。好吃哦。超多红豆的，好重哦。你看它皮真薄。而且它红豆表面过甜甜的，外面有一点咸咸的。第一个应该是新开的店，这家我们刚刚买的，因为我们在 Naver 上面还没看到 ，Google Map 上面有，就在转角这边。我们吃猪肉汤饭的斜对面。今天的第2团吃烤肉。味战王是大家来釜山都会吃的烤肉，主打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就有人帮你烤了。猪油，按照这烤，他会帮你弄。这一家味战王烤肉，它的每一桌规定呢，就是至少要低消3份肉。因为我们刚才吃了猪肉汤饭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点3份肉。豆芽，好大一锅。点3份烤肉，这个是送的，这个也是送，石锅拌饭，还有大香肠也是送的。这么多了，吃得完。好多东西啊，石锅拌饭。这是石锅拌饭。上面好多菜。我们选的3份肉呢，都是最普通的价位，吃下来说是4万2。这家烤肉是有人帮你烤的，我们来的时间大概是1点多，过了用餐时间，所以不太需要等。釜山景点美食好多，这一集放不完，下一集还有更多釜山美食和景点哦。比较精致化的。